我收住了，不然我要开始发火了。在维州的一个边境的小镇上，本来是很愉快的出来玩耍的，但是昨天晚上很晚才睡着，原因就是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快准备睡觉的时候，它突然自己震动了起来，就被吓到了，就不知道，因为在汽车旅馆里嘛，旁边就挺吵的，很多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以为有什么紧急的状况出现了，坐起来，然后就怎么关都关不掉，然后我们就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和我们有一样的问题。他这边是牙刷嚎了一晚上，一开始以为是噩梦，结果发现声音从浴室传来的，他还以为是热水器或者灯管要爆炸了，就和我们也以为是什么警报一样，然后他惊恐万分，最后发现了原来是这破电动牙刷，真的吓死，心肌梗塞了。然后和这个朋友分享的不同的是，他在家里面他可以有工具把这个牙刷拆了，最后扔到垃圾桶里面，但是因为我们在外面，所以我们既没有工具，然后也不能随手就把这个牙刷扔到外面，然后所以我就最后只能用浴巾把它包起来放到了厕所，然后也在那边还是挺吵的，响了挺久，然后我是睡着了，艾玛被他吵的过了很久才睡着。想吐槽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飞利浦电动牙刷很长期的用户了，但是每次它那个牙刷的寿命啊都用不久，我和艾玛基本上每个人换了都有至少4-5把电动牙刷，所以飞利浦这个电动牙刷我真的不太明白它是故意设计的有这种问题呢，还是怎么的？坏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它的电池出现了问题。像我的上一把就是充不进电了，这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电池坏掉的那把电动牙刷，就将就着在用的。看，就摁了没有反应，然后虽然没电，但是拿去充的话也充不进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次又出现了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漏水了，然后导致它出现了跟电路板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导致它就自动启动，然后关不掉。这把就是艾玛那把昨天响了好几个小时的电动牙刷，我估计他出门前可能把电给充满了，所以响了这么久。我刚刚也是跑到飞利浦他们官方的问答区去看了，他明确说了，他电动牙刷是可以在沐浴或者淋浴的时候使用的，那就不存在漏水的问题。那既然你防水，你就把你的防水做好。越想越气不过，所以就去找了飞利浦在线的客服。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艾玛的那个牙刷它还是在保修期内的，所以它可以免费换一个新的，把旧的给寄回去。客服问了很详细的问题发生的情况，包括还要了牙刷上面的序列号，然后我就顺便提了我那个牙刷的情况，但是因为我那个已经过了它那个本身的保修期了，所以他会给我一个折扣码，官网买的话就可以7折的优惠，所以我就准备去买一个新的牙刷了。自从上周联系了飞利浦的客服之后，本来以为事情是圆满的解决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等了1周，他都没有发货。开箱一个艾玛新换回来的飞利浦电动牙刷，过了1个礼拜，他给我们发邮件说对不起，你的订单延误了。我当时整个人就愣住了，还能有这种操作？因为前几天正好是亚马逊的那个 Prime Day，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发现它飞利浦的电动牙刷打完折的价格比飞利浦给了我在官网买的折扣价之后还要便宜，然后我那天就直接打电话去找那个飞利浦的客服，我说我要退货了，我不在你们这儿买了，我要去亚马逊买，因为亚马逊又便宜，而且第2天就送上门了。然后他当时是答应了，好的，我们会为你办理退货的手续，要24到48个小时才能把这个退货手续完成。结果你猜又怎么着？他刚答应我给我退货，一转身就把我发货给发出来了。我也很无奈，我就只好既然发出来了，我就等了他那个送到了。然后艾玛的比我的那个延误的更厉害，所以现在才收到他的。这个就是他跟他之前坏掉的那款是同一款。那我做这个视频呢，也不是想说飞利浦的不好，确实我们一直都是它的产品的用户，用了这么多年了，也觉得它那个电动牙刷的效果都是很好的。我们期待的就是希望它不要一到它这个产品的保修年限，它就要开始坏了。因为作为一个200-300澳刀的产品，它本身也不便宜，我可不希望每次一到就得换。作为这个售价和这个品牌的产品，我是希望能够买到了就多用几年的，因为除了买这个
牙刷本身，我其实也一直在支付刷头的那个耗材的钱，刷头也是都不便宜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我出了这么多钱，我就希望安安稳稳的用它个，不敢说10年吧，那你至少给我个5到8年的这个产品的寿命周期吧。所以就希望飞利浦能够好好的在产品质量上面多下功夫吧。你看你在保修期内坏了，对你来说自己也是个成本啊，你把这些成本用在产品质量上不是更好吗？